云缩、冰霜、风萧、绕指柔、玉如意。没这个大缩，好玩了。杀伤。 年轻人，资质颇高，值得赞许。但是你太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。大长老挺厉害呀，你怎么不当城主？我老了。我倒是挺年轻，你觉得我能当城主吗？颜回，你培养了一个无双剑侠的主人。是。这样的人应该带领无双城。 回到真正天下无双的时候，一座城池的命运，真的要压在一个孩子的肩上吗？师傅，我虽然记性不好，但我才不是孩子呢。我是无双，天下无双的无双。从我叫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注定要坐这个位置了？师傅。 让个座！大胆！就算你是无双剑侠的主人，没有我们吴老的认同，这个位置你也坐不上。我还就坐上来了，怎样？大长老，你说这位置我能不能坐？参见城主。你们无双城待客的礼数呢？殿下都已经到了，无双城城主却还未出现，难不成要我们等他吗？我不是已经坐这儿了吗？什么？你个小豆丁儿是无双城城主？怎么了，臧明？回禀殿下，宋颜回并不在这儿，只有个小孩坐在那儿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散了！在下无双城新城主无双。臧明。 阁下便是林先生所说的萧公子。幸会，萧愁。城主，他们都离开了吗？是的。这个皇子不简单啊。可这历朝历代，有过目盲的皇帝吗？ 无双城不是也没有过记性这么差的城主吗？总有第一次嘛。你已经把他记住了吗？白王萧崇，怀虚术得传自掌侧剑锦玉，外表平和；剑术得传自怒剑蝎严战天，内敛杀气。我记性不好，只是因为我只记得值得我记住的人。不过以后你可要小心了。 他对你有什么安排没有？说是静候时机，等待入天启，在此之前不要参与任何势力之间的争斗。如果把天下比作棋盘，我们无双城比作棋子的话，还未到落子之时。
我可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棋子，我想成为下棋的人。哎，在这雪月城，一住就是3个月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。诸位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江湖再见。我说你要告别，也对着雪月城门口，你对着登天阁干什么？这不叫有始有终吗？哎，你说我们都要走了，怎么也不见大师兄来送我们啊？说谁坏话呢？哎，大师兄，如意姑娘也在啊。知道你今日要走，特地过来送你一程。哦，小策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嗨，他呀，他在城中打算盘，打的是心烦意乱。我带他去英雄院看看，透透气，看完就回来了。正好，我今日也要带叶姑娘回一趟唐门。若意姑娘，若是唐门治不好你的话，你可以去我们雷门。我师父，人家唐门大师兄在这儿，你说这话不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无妨。哎，对了，二师尊呢？他不是也要去吗？阿姐说他能日行千里，让我们先行一步，之后他自然会追过来的。好。那，大师兄，我们先去雷家堡，你们可一定要来啊！放心吧，我还要看你夺魁呢。行，走了。撤！叶姑娘，你觉得我这个师弟怎么样？恰，李然少年气。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当他重临天启之日，你会站在他身边。小子，来拿着。哎，你确定去雷家堡是这个方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去望城山。去望城山干什么？那自然是去请望城山上那位神仙下来了。你想想啊，3位旧友齐聚雷家堡，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！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呀？我只是在想，我师父、我姐，还有望城山上那位，这么多年好像都是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其实他们不过是在等彼此谁先跨出那一步而已。那既然我都已经下山了，那么这个僵局也就应该打破。赵玉珍这么多年从未下山一步，你真觉得能为你这个傻小子下山？那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吗？行，那你想怎么试？哼，那自然是一剑问望城。随便你吧。你这一下山就是1年，可玩尽兴了？尽兴了，尽兴了。都去了哪些地方？去了柴桑城看花，还去了孤城观海。我一剑掀起那千层巨浪，那些渔民见了我，都还以为我是个小神仙呢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还去登了昆仑山。原来世上真有一个地方是常年积雪不化的。哈，山下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师傅，您不能下山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是不是还少说了一个地方？啊？雪月城来信了。写信的是雪月城的萧信总管，说让我们望城山赔他80万两银子。要银子干什么呀？他写信说，有一个叫李凡松的望城山弟子，把重金修建的登天阁给夷为平地了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确实去了雪月城，闯了登天阁，可那登天阁真的不是我弄的，我。
为师当然知道不是你做的。你若有此等修为，为师就算把这镇山的青霄剑给当了，也要把这钱给你还。不过这雪月城的萧总管也太坏了，我觉得他就是想趁机勒索我们。见到雪月剑仙了？啊，见到了。然后呢？问了剑仙一件。剑名？月溪花尘。月溪花尘。你和我一样幸运，我在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曾见过那么美的一剑。月溪花尘。好美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哟，哈哈，虫儿来了！哎呀，来来来，坐。谢父皇。哎呀，虫儿，你是顾众多的皇子中最为稳重的一个，啊，喝茶。也是顾呢最值得信任的孩子，很好啊。啊，只是你的演技一直让父皇放心不下。最近太医院找到什么办法了吗？回父皇，儿臣一直在服用汤药，这么多年，也只是勉强能看到些虚影。顾会派他们继续去寻找名医的。虫儿，总有一天，你的眼睛会治好的，啊！让父皇操心了。对了，父皇，不知今日召见儿臣，所为何事啊？哦，顾听说天外天那个质子回去了。12年约已满，按理来说是该回去了。对了，父皇，这件事情不是已经交给锦仙公公处理了吗？既然锦仙公公同意放他走，就是觉得他对我们北离不再造成威胁了。他个孩子家，能刮起怎样的风浪？姑才不在乎这些呢。只是姑呢，收到的消息是，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陪伴。那个人嘛，好像就是楚河呀。楚河？一定是有人妄言，六弟怎么会和魔教之子混迹在一起？姑不在乎这个。父皇，儿臣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姑找了他这么多年，却一直没有半点消息。如今呢，终于出现了一个跟他相似的人。他跟谁混迹在一起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听锦仙说，那魔教之子风姿卓绝，跟老六也颇有几分相似。他们两个能成为朋友，并不令人奇怪。父皇的意思是想让儿臣去探一探这消息的虚实。是啊，虫儿，你可愿意替父皇去做这件事儿？虫儿愿意一试。如果消息属实，虫儿一定竭尽全力把老刘带回来。好，虫儿，带上姑的口谕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来，姑可以免去他的一切罪过，还他的皇子身份，甚至他可以重袭王爷之位。只要他能回来，那他就是永安王萧楚河。儿臣遵旨。
点反应都没有啊！这才过了1日，你怎么又逃下来了？哎，自从我接了我姐3剑之后，便不用在苍山上继续练剑了。我姐说，只要我每日花几个时辰专心练剑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雪月城自由安排。嘿嘿。摘下了师傅的面具后，相认了姐弟的身份，倒是变得宠溺起来了。看来这天底下的姐姐都是一个样子，雪月剑仙，也不能免俗。哎，你怎么对雪月剑仙是瓦解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呢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雷门的人，李寒衣是雷梦莎的女儿，你们本就是血亲，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罢了。传闻新剑传人李新月是江湖4大美人之一，且极为聪慧。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傻儿子呢？哎，那不是还有我爹吗？哎，我爹雷梦莎怎么样啊？战场之上身披银甲，脚踏神驹，是个鬼神般的人物。那战场之下呢？话痨起来闯祸，琅琊王对其十分头疼。哦，我就是我爹，不对，我随我爹，我姐随我娘亲。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你对雪月剑仙是我姐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让你惊讶到下巴都掉到地上去。是吗？萧老板，我天下白小，能让我惊讶的事可没几件。千落师姐要嫁人了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自然是听我姐说的呀。所以千落最近忙着找夫婿，哪儿来的夫婿啊？他最近抓紧练武呢。刘姐，我有点不太习惯我们现在的对话方式啊，总感觉你我的身份好像反了。以前那个平时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，那是平时我都让着你的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就一口气说完。这事儿就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了。那年千落师姐及笄，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请了10个门派的长老，段家上下3辆马车的聘礼来雪月城订婚。那3城主自然是看不上段家那小子了，于是想了一个缓兵之计。莫不是比武招亲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得出来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比武招亲，而且算到现在，就是3日之后。既然是他们比武招亲，司空千落亮我做什么？唉，那是因为千落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她才行。那段家自然是不同意了，说什么女子嫁夫须得温婉庄闲，不应该执迷于舞刀弄剑之事。于是呢，这条规矩就做了一些变更。若是雪月城的弟子拔得头筹，就还得过师姐这一关。明白了，这司空千落压根就不想嫁，他是让雪月城弟子先赢下来，他在上面把人给挡下来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这一个个家伙，平时不好好练武，一到关键时刻，就这么不堪一击。千落师姐不仅自己勤学苦练，还帮其他弟子训练呢。击败那个姓段的没什么难的，我那天看到他出手了。他最后一道暗器虽然将唐莲逼入绝境，但其实是因为唐莲不愿出手伤其性命，故意放手。哦，若论实力，唐莲远在他之上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夸我呀？哎，大师兄。我只是阐述事实罢了。哎，既然你们大小姐遇到了大问题，你这个做大师兄的，是不是该出手相助一下？我不能出手。为什么？若我出手，最后就剩下我跟千落一战。以雪月城的威严和千落的性格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自然不能像登天阁放水雷无节一样放水千落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千落早已如兄妹一般，总不能真的让我娶了她吧？哼，
哪儿那么多理由？我看你就是怕参加比武大会，被天女蕊知道了，破坏你们俩的感情呗。你再乱说，我可揍你啊！我相信大师兄是真心的。还是雷师弟懂我。相信什么呀？对天女蕊是真心的。我看你小子也欠揍了。哎，我不说。不对，我不能去，雷无间你可以去。那我不行。为什么？那我说实话，要是若依姑娘知道了，她以为我中意的是千落师姐，到时候我解释不清啊。那你想多了，人家叶姑娘根本不会在意的。万一呢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，想让雷无节帮你打擂台。啊！本小姐的事儿，要你多管闲事儿。千落，千落，我忽然有个想法，雷无节。大师兄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就连我都很难不产生这个想法。小四，别跑！这才刚刚消停几天呢，又开始了。我这个女儿啊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他们这个年纪，越喜欢一个人，就越喜欢跟他作对。只可惜3天后的比武招亲，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万全之策。实在不行就耍赖吧。耍赖这个事儿，大城主老干，你不妨试一试。他耍赖是因为有我在后面给他收拾烂摊子。我要是耍赖的话，那整个雪月城的威严可就荡然无存了。难不成真的让千落嫁出去了？千落要嫁，一定要嫁给她自己喜欢的人。这个事情交由我来办。我左看右看，整个雪月城能够出战的，确实是你那个弟子，骆明轩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突然来登天阁了？我来看看我的好徒儿有没有好好习武啊。放心吧，师傅。最近呢，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仙人六伯，越看越有几分门道了。相信我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能悟出其中剑法的奥妙。你别看那些人一个个现在威风凛凛的，等我成了剑仙，定给师傅你争光。现在就有替我争光的机会，去不去？师傅，你该不会让我替千落师姐打擂台吧？我可不喜欢她，她那杆枪那么厉害，我想想都害怕。怕什么呀？女孩嘛，就是嫁了人以后才会变得温柔。以前千落的娘亲是很厉害的，千里奔袭，追到司空长风以后，一脚就把她从马上踹下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还不是雪月城最温柔、最美丽的女人？那我还是觉得师傅你更美一些。就你湖州，你入城拜师的时候，千落娘亲已经走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见到她。说吧，为什么不愿意打这擂台？我已经有心仪的姑娘了。心仪的姑娘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好啊，你个骆明轩，有心仪的姑娘第一时间不告诉你师傅我。师傅，没有师傅，我心仪的姑娘她又不心仪我。师傅，你别这么激动。快说，哪家姑娘？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哎呀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师傅，你别老问我了。哎，我还在练功呢。哎，你别打搅我。师傅这是受司空长风所托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他们都打下去，然后你输给千落不就得了？真的可以这样？这次稍稍不这么卖力，不就输了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搞定了。好。怎么，不高兴的样子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有贵客要来雪月城。既然是贵客，又为何一筹莫展？因为这位贵客
姓萧。此时此刻，雪月城应该收到信了吧？殿下，你说雪月城收到信件后，会不会把萧楚河藏起来？雪月城或许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过以楚河的性格，他是绝对不会再躲藏起来的。可是他已经藏了很多年了。他既然选择了踏入雪月城，就不会在意被我们发现，更不会再示弱了。难道殿下还真的想把萧楚河带回天启城吗？本王身上可是带着父皇的口谕。可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藏民深知殿下重情重义，可还恳请殿下好好想一想，这萧楚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雪月城？又怎会引得司空长风要亲自点名收他为徒？雪月城以前是效忠琅琊王的，萧楚河他也一定会利用这一点，请殿下恕属下谏言。萧楚河夺嫡之心昭然若揭，他若是回到了天启，很多事情本王无法改变，更何况城中的那个人，或许真的不是楚河呢，真的只是萧瑟，一个客栈的老板。殿下，起来吧，给雪月城再传封信。此行我们入城，不能加以任何阻拦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们悄悄地入城，去会会这个叫萧瑟的男人。唉，这司空千落的武艺现在可真是惹不起。你明明可以再躲，怎么放弃了？我若是想脱身，这袖子怕是废了。光这袖子，200两银子呢。你就为了一条袖子，命都不要了？一看这龙须针就知道是大师兄大驾光临了，还打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在这外面被追了1日了，难道回来屋内还得接着跑不成？这平日里只知道你的轻功卓越，今日一试探之后，才发现你的反应跟敏锐也是一绝，只是没有内力罢了。说这个干什么？哎，我和大师兄白日里做了一个决定。别说了，你们的决定我拒绝。你都还没听呢，怎么就拒绝了？因为我已经猜到了。啊？此行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大师兄，你莫不是想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吧？我们只希望萧老板为我们雪月四杰的情谊做出一点牺牲。什么雪月四杰？哎呀，我取的名字，真难听。相信我，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，简直天衣无缝。上啊！打他，打他！你还真当热闹看了？现在还能再看看热闹，一会儿怕是要针锋相对了。千落，这么多上场的弟子之中，有一个你能看得上的吗？这些人的武功，在我手上3枪都走不动。挑选夫婿也不能专看武功啊，长相呢？长相，连雷无杰都比他们强100倍。雪月城弟子胜。兄长，你看下面这些人，没一个是我的对手。无趣的游戏到此结束，我先去替兄长略阵。这是谁啊？段家公子。段宣衡胜。
朝行木，月姑娘，既然是他，难道这是天意？月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一定是，一定是上天安排他来找我的。月姑娘，啊，我没事啊。你没事就好。真是丢人。虽然不知道你来燕山派所为何事，但今日天色已晚，你若想挑战，还是另寻他日吧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上山送信，走累了，便在这儿休息一会儿。你是迷路了吧？怎么会？我只是想休息一下。哦，告辞。他不是真的要走吧？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哎，喂，朝行木。说，月清秋。好吧，我是迷路了，不过我可不是路痴。这燕山道路错综复杂，再加上天黑我才走丢的。好吧，招某送你下山。这边请。月姑娘怎么不走啊？坐累了，腿稍微有点麻。习武之人也会腿麻？月姑娘，今后练功还是要多加勤勉才是啊。招师兄说的是，青丘学艺不精，让你见笑了。用你跟我讲这些道理，看不出我脚上有伤吗？走啊。这边请。这人练功，该不会把脑子练傻了吧？脚又疼，肚子又饿，也不知道等了几下。你说什么，月清秋？没说什么。月姑娘太不小心，若非招某机敏，更兼神功护体，今日你必定葬身崖底。多谢招师兄相救。你死了不打紧，但我燕山派与百花门，必定因为你的死而大动干戈，最终两败俱伤，血流燕山。你还是先放我下来吧。抱歉。招师兄，我们还上得去吗？招某一人上去不难，但月姑娘腿脚不便，峭壁光滑，无处着力，只能等明天一早，我先攀上悬崖，再放绳子拉你上来。那就好。我的意思是，能活着就好，不论今天还是明天。总之，珍惜生命
才能追逐希望，是不是？你为何这样看着我？我没有在看你，我在看你身后岩壁上的那条蛇。月姑娘，你这样拘着我，我如何腾出手来赶走那条蛇呢？我怕蛇啊，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能怎么办？那个蛇走了吗？蛇没走，我们走吧。啊？去哪儿？去山洞，遮风遮雨，再生一堆火，这样就没有虫蛇鼠蚁了。有山洞不早说。走吧，山洞在哪儿啊？这边请。月姑娘腿脚不便，那昭某就顾不得那么多男女之防了。月姑娘得罪了。赵师兄多虑了，请求感激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呢？辛苦赵师兄了。不辛苦，还没走呢。啊！月姑娘，放松。啊！一会儿路过水潭，我捕些鱼给你果腹。你来燕山时刻。赵师兄客气了。不客气。你若是饿死在这里，恐怕燕山派会沦为整个武林的笑柄。那，赵大哥，以后你还是叫我青秋吧。好的，月姑娘。哎，赵大哥，你不怕吗？这里天这么黑，路又这么难走，还有野兽出没。习惯了，我年幼时常来此地。难怪你这么优秀，原来是从恶劣环境中磨练出来的。我来此，是被罚捡狼粪和熊粪的。时常捡不完，便留宿此地。快去找，翻遍燕山也给我找出来。可万一要是找不到，为师明天亲自上燕山派要人。若是我徒儿出了什么意外，我让他满门陪葬。来，试试看，涂了果汁的烤鱼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怎么样？好吃，真好吃，人间至味非它莫属。想不到赵大哥的厨艺如此精湛，这简直是青秋吃过最好吃的烤鱼了。可惜此处无盐，少了些人间烟火气。
还好，乌云散去，月朗星稀。今夜我们就以月色走餐吧。天啊，好漂亮啊！好吃你就多吃点。不了不了，我平时胃口不大，吃不了多食。无妨，今日你奔波劳累，费心费力，定是饿得紧了。给。好吧，那就破例一次。二师姐，没有，我们这边也没找到。二师姐，没有。二师姐，这边也没有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大师姐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这里没有，我们去别处吧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招大哥，今晚月色真美啊！美景、美食、再有一壶美酒，就更好了。美酒虽好，多饮伤身，不如做个美梦实在。每次都能把话说死，算你狠。那招大哥的美梦是什么？突破长生宫9层，达到大圆满境界。真是无趣，果然是燕山之人，就是个无痴。月姑娘的美梦呢？月姑娘，月姑娘，叫人家一声青丘会死啊！啊？我月姑娘一定很想突破幻化神宫3层吧？师傅说急不来的，我没你那么有魄力，敢在对战时借助外力突破。若非你上门挑战，引发那么多变故，我也没有机会与花掌门交手，借力突破功法。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或许这是命中注定吧。命中注定。招大哥真这么认为？因你之故，我神功突破；你在燕山受伤，我出手相救。我命中注定要还你这个人情。真是鸡同鸭讲，这么有情致的事情，一到你嘴里说出来这么功利。莫要讲什么人情不人情的，招大哥，莫与青丘结外。有猛兽！无需担心，那是熊腊八。只要你不进入他的领地，他便不会攻击你。熊腊八，腊八粥那个腊八，好好吃的名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月姑娘莫要慌，他不伤人的。怎么？还在痛？那我帮你看看可否？
赵某失礼了。疼。忍一忍，我替你运功疗伤。 赵大哥，你说，连熊腊八都能和你们和平共处，为什么我们两派却总是纷扰不断呢？百年恩怨由来已久，也许再过个几十上百年，也就化解了。哦，师傅，弟子回来了。坐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哦，我下山打听个消息。哦。 师傅，弟子有事想和您打听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师傅是否知道，百花门有个人叫夏新河？谁？不认识。夏新河，花静香的师妹。 你听谁说的这个名字？此人还活着？看来师傅不但认识，而且还很熟。玉兰啊，听话，别问了，为师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夏星河这个名字，在燕山派知道的只有我们这一辈的和你师祖。 是禁忌，你还是别问了。师父真的不认识。弟子知晓了。去吧。师傅，醒目，喝茶。此番做得不错，虽然我燕山派和百花门小有嫌隙，但我辈侠义之心绝不可失。只是那百花门山门被毁，他们不会轻易的罢休。 岳清秋呢，指明让你去负责修缮，那就从明日起，你便去监督修复吧，啊！如果我继任当了掌门，就不会敌视燕山派。醒目，有心事啊？ 昨夜岳清秋与我说，若他执掌百花门，便不再敌视我燕山派。哦，他倒是个明理之人呐。要是他真当了掌门，那是两派之福啊。师父，可否执掌燕山派？ 若师父做了燕山派的掌门，一定会解除与百花门的嫌隙吧？醒目，我燕山派和那百花门不同，你师祖在，且门规森严。再说，
我还有好几个同辈的师兄弟呢，不像那百花门。花香镜孑然一身，他若退位，那岳清秋便可无所顾忌了。诗花敬香，师傅早点休息。我和他不熟。师弟，大师兄，嘿，饭呢？今日起，我要去百花门监督修缮山门，无暇给你送饭，你就太好了，大师兄，师弟自知罪孽深重，要和大师兄同去赎罪，同去同去。大师兄，我先去了。可是，幻花神功，破镜长生，生死玄关，屠灭燕山。今日功课已毕，各自散了，做事去吧。是。秦秋，别忘了去山门监工。弟子遵命。大师兄，你这个画的是什么呀？啊，新山门的图纸。听说修建新山门的钱，都是师傅的私房钱。师傅说了，从你以后每月的份例里扣，直到扣完为止。师兄替你算了算，若你活不过100岁，这辈子份例也是拿不到的。师傅太过分了！怎么能如此苛待于我？有胆闯祸就要有胆承担，师兄我不也来监督修缮了吗？我可跟大师兄比不了。你呢是燕山派的希望，我呢就是个平平无奇、可有可无的角色。莫要妄自菲薄，师兄只不过是资质好些，悟性高些，突破快些罢了。只要你勤学苦练，多加参悟，也未必能达到师兄的层次。心好累啊！算了，师兄，我先去练功了。等等，千万别乱跑，这里可是百花门。我知道了。别在这看吧，太近了容易被发现。
赵大哥，月姑娘，一心，君伟七，没想到是我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来，擦擦汗。哎呀，你还敢来呀？你忘了你上次偷窥，差点被我师父打死。昨日你不与我说了吗？皮痒了便来找你，我就来了。你胆子可真大。你快走吧，要是被我师父发现了，你就完了。你刚刚是在担心我吗？我是怕你连累我。我这次是来公干的，我是跟着我大师兄来给你们修山门的，堂堂正正，不偷不抢，谁拿我也没办法。原来如此啊，那你待多久？待多久？要待好久吧。修山门可是个大工程，那包括石阶啊、长亭、回廊，搞不好再修个客栈之类的，怎么着也得有1、2年吧。1、2年？这么大手笔啊！反正花的都是我的钱，只要我不心疼呢，就一直修下去呗。你有这么多钱呀？啊，现在没有，不过我一辈子的分力加起来可不少呢。我可是用我一生的财产给你们修山门。哎，你说说，这得有多久，有多大？万一以后我当上了门派长老或者掌门人，哎，那份力是哗哗往上涨，且修呢。没准儿给你们百花门修一个小镇。小镇？对啊，到时候我便是镇长了，你呢？我就可以天天打镇长了。哦，太好了！这好。昨夜，招大哥是否被门派责罚了？月姑娘多虑了，师父说过，我做得对。燕山男儿该有侠义之心。若月姑娘受伤了，两派难保和睦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沉默了。等等，怎么不打了？我想换一种方式嘛，从你单方面殴打我，变成我们互殴。你确定你打得过我吗？哎，这个互相切磋嘛，打一打试试，一个人总没个参照。来吧。你笑什么？放开我！哦，那个我在燕山派入门最晚，年纪最小，
从未曾有过同龄人跟我一起玩耍。不过这几日见到一心，我的心中着实欢喜。这有何欢喜的？哎，一心，你不觉得整日练武很枯燥的吗？不觉得，练武很有趣。那你想不想试试捉鱼烧烤、掏鸟窝、睡懒觉，甚至整天对着天空发呆？嘿嘿，这些都是我平日常做的事，你想不想试试？做梦！啊，开招！我殿下，没有找到王妃。那便是逃出去了。是否按照原来的计划行动，做成失足落水？太子那边怎么样了？太子依然与吴雪姬交往甚密。很好，那就先拿下太子的东正司。不过，天就要亮了，没有王妃，怎么入宫觐见帝后？王妃自己逃出了王府，本王已尽全力寻找，难道还怪本王吗？是，那是否还要继续寻找王妃？找。王府内设有迷阵，他不可能独自逃出去，必然是有人帮了他。那这个帮了他的人，到底是谁？本王很感兴趣。怎么还在这儿？到底我要怎么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啊？我再也不用自己的名字写小说了，太可怕了！哎呀，我竟然跟大反派季楚斗智斗勇了一整夜，啊，累死我了！你醒了？就是这个男人救了我。他看起来温润儒雅，应该就是让大家念念不忘的白月光男主，华清哥的表哥季云。身体可还有不适？没有不适。多谢太子相救。既然你已经猜到我的身份，那我也不必再隐瞒了。我听母后说，你对三弟一往情深，但是这次我未经你的允许，便贸然将你带出绿王府，实在是唐突了。没有唐突，我很感谢你救了我的命。你和三弟之间，可能还需要慢慢缓和。这里很安全，你先好好在这里休养。母后那边，我会帮你周旋。你真的很好，不愧是我的白月光表哥。白月光？就是特别好，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。过奖了。对不起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却那样对你。那样对我？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写大结局，把季楚虐上100遍，让他不得好死。昨晚的确是三弟做的有点过分了，但既然你已经逃出来了，就要隐藏好身份，不要随便暴露。尤其不要再提“季楚”2字了。好吧，我会小心谨慎的。我先回东正司办公，等你休养好了，我就带你出去散散心。好。
太热闹，小生世界真是了不起。母后曾说，小青表面性情内向，不爱与人打交道，不爱热闹。没想到，恰恰相反。吴雪姬每月一次的公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开始了！你要是想玩，也可以下去看。终于可以看到吴雪姬了！对，快点！我不是应该保护好自己的身份，低调行事吗？如今整个圣京城，你的容貌只有我和母后知道。只要你不说漏嘴，就没有关系。是啊，我都快成惊弓之鸟了，干嘛自己吓唬自己？停车。写的还要美，容貌艳若桃李，舞姿翩若惊鸿。不愧是圣剑第5阶，从来没想过他会活生生的出现在我面前。是为了让基础达成目的，他刚出场没多久就被基础害死。我这简直就是仙女啊！每月都公演一次，不然我哪有银子能去如梦馆看他跳舞呀？他这么美好，那么多人喜欢他，可我却把他写死。小青，你怎么了？我要是告诉纪云吴雪姬会死，他会不会怀疑我的来历？没什么。你想永葆青春与美貌，
我可以帮你。殿下，宫阁已将霓裳舞衣送给吴雪姬，吴雪姬愿意用性命交换。好，继续按计划行事。我忘记了最近你住在这里，贸然前来打扰了。没关系。这难道是霓裳舞衣？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早些休息吧。哦，在我小说里，吴雪姬在拿到霓裳舞衣的第2天就死了。当时纪云就在案发现场。所以被当作杀人凶手，而这一切都是季楚为了从纪云手中抢走东正私设的局。说不定我死了就能回去改小说，那雪姐姐就不用死了。虽然是在小说的世界里，但是痛感非常真实。万一我没死成，伤口感染流脓，导致截肢变残疾。请修改小说原西药结局，复活纪云，扳倒纪楚，否则您将会被剧情反噬。难道是要我留在小说中改写结局，干掉纪楚，保住纪云？我就能回去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止吴雪姬自杀。只要我偷走了霓裳舞衣，她就不用死了。这样我就可以改变结局回去了。哪来的小霸王？什么货色，也配当本王的道？这货居然是个王爷！莫非他就是纪云的2弟，纪楚的2哥，圣经第1纨绔齐王纪风？快去吧，这是你最后一支舞了。小诺他没事吧？他只是睡着了。雪姐姐，
是吧？怎么了，小倩？没什么。等雪姐姐跳完这支舞，咱们一起去喝酒吧。喝酒？对呀，今晚这个注意，一定要不醉不归，不要把吴雪姬灌醉，牢牢地看着她，不让她自杀。这个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，宛若天仙。太子殿下，雪姐姐，今天晚上咱们3个人一定要一直在一起，痛饮300杯，一直喝到天亮。殿下。这个女人正在扰乱我们的计划，我担心吴雪姬会不会改变主意。容颜永驻，没人会拒绝。容颜永驻，容颜永驻，便是霓裳武艺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太子殿下，雪姐姐，我今天高兴，咱们喝到天亮。我先干为敬啊！像你这么喝下去，没多久就要醉了。不会不会，我在我们那儿可是千杯不醉，到这儿来也不会太上。千杯不醉。喝到天亮。小青她是个好姑娘。的确，虽然有她的小秘密，但很善良。每个姑娘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秘密。也是。那件霓裳舞衣，你从何得来？这是什么？殿下，请收下我的小秘密。雪姬呢？我小说里吴雪姬就死在了秦崖小筑，可是这里一片安静，难道我成功的修改了结局？小诺，去哪儿？看小诺的样子，不像是没事儿啊。如果问题没出在秦崖小筑，在如梦馆。你说这怎么听就是凶手？就是太子殿下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太子殿下真会是凶手吗？就我审的那个小诺，这种事儿我敢瞎编吗？那个小诺说，发现吴雪姬死的时候，
只有太子在案发现场。杀人了！太子殿下杀了贤姐姐！哎呀，现在外面说什么呀？说是太子殿下杀了吴雪姬，就是太子殿下杀了吴雪姬。太可惜了！凶手就是太子殿下。吴雪姬的死亡现场的确变成了如梦馆。这么漂亮就死在这儿，没想到，哎，太子殿下为什么会杀吴雪姬啊？怎么会跟桃花有关系？太子也是这烟花闯的，那凶手就是太子殿下，还害死了吴雪姬。这局棋虽然有些意外，但是还算顺利。那倒也未必。居然在这里！母妃，太子哥哥真是太气人了。平日里一副清高的样子，居然私底下和吴雪姬交往甚密。昨天晚上他还杀了吴雪姬。这个太子啊，平时做事滴水不漏，这次终于露出了点马脚。你父皇最讨厌你们流连烟花之地，风儿呀，这次你一定要抓紧时机，好好表现。母妃，这吴雪姬可是盛京城第一美人，死了实在可惜。这次儿子自然要好好调查太子哥哥，然后替吴雪姬报仇。替吴雪姬报仇？我和你舅舅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却只为了一个吴雪姬？不是，儿子自然是要好好表现，讨得父皇欢心，然后替母妃争面子。替我争面子？我要的是你在你父皇面前有面子。哎呀，可是母妃，儿子不想在父皇面前争来争去的，我又不想要实权，多累。一会儿在你父皇面前别乱说话了，知道吗？儿子明白。哼，太子竟敢如此辜负朕的期望。陛下，云儿行事一向周全，臣妾觉得这件案子必然有蹊跷。再怎么蹊跷，堂堂太子也不该和一个舞姬牵扯不清，坏了自己的名声。陛下说的是，可是陛下，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和齐王殿下来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臣妾参见皇上、皇后。儿臣给父皇、母后请安。坐吧。谢皇上。风儿起身吧。谢父皇、母后。朕把太子派到东正司，命他掌管大梁所有的刑案，为的就是让他树立公正严明的形象，被所有人认可。如今，他却知法犯法了，不仅有凶手的嫌疑，还和一个艺妓馆的舞姬牵扯不清，实在让朕心寒。是啊，父皇，太子哥哥此举实在太让人失望了。父皇，还请您消消气，别因为这点事情气坏身子，可就不好了。是啊，陛下，别气坏了身子。这事已至此，还是先查明真相，替太子殿下洗清嫌疑为好。这太子殿下本就是东正司之首，现在太子犯了案，本就该有人暂代东正司司正一职的。不过姐姐呀，您放心，等查明了真相，若太子委实冤枉，这东正司啊，还是要交到太子手中的。本宫有何不放心的？太子的秉性，本宫这做母亲的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姐姐有这般自信便好。那依爱妃的意思，这案子该交给谁办？臣妾以为，
风儿身为大梁的齐王，也该为陛下排忧解难。是啊，父皇，儿臣愿为父皇分忧，查明吴雪姬死因，还太子哥哥一个清白。陛下，风儿长大了，也懂事了不少，不如这事就让他试一试。也罢，也到了该看看你有何长进的时候。多谢父皇，儿臣定会尽快查清此案。拜见齐王殿下。我来审太子的。殿下里边请。二弟，你来了。太子哥哥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既然犯了错，臣弟就应该把你关入东正司大牢。可你又是我的皇兄，要真让你坐牢，那丢脸的不还是我吗？所以，在事情查清楚之前，还请你禁足太子府，不要再出来见人了。二弟，这次你坐上代理司政，我替你开心。你一定要好好查案。我不要你来说教我，太子哥哥。你表面上看着高贵，不也私底下和吴雪姬勾搭在一起吗？还不带走？是。太子殿下，请。哎，姑娘看看啊，自己家编的，可好吃了，拿一个试试。太子殿下果然被带走了。小说里基础正是利用这次机会抢了太子的东正司之位。要想改变结局回到现代，我必须帮太子洗脱嫌疑，不让基础得逞。对了，我小说里正是女主林夕瑶负责的这个案子，我得和她联手。可我找了一大圈，怎么没看见类似女主林夕瑶的人呢？连个仵作都没看见。哎呀！Hello， 你谁呀？我是如梦馆的小厮。如梦馆？这如梦馆的人不是都被带走审问了吗？可能我就是那条漏网之鱼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是一个负责笔墨的文书。我跟你打听个人呗。谁呀？东正司的金牌仵作林夕瑶。你打听他干什么呀？出了这么大案子，他都不来看一眼？他不来，一听到有尸体，他跑得比谁都快，还不等我。2个时辰前就出了门，可谁知道呢？到现在还没到。2个时辰？那东正司到如梦馆要多久？最多半个时辰。他不会是出事了吧？该不会是有人想阻止林夕瑶办案，所以给他下绊子？我这一天天的活啥时候能干完呀？饭也不能很好吃，睡觉还天天做噩梦。还有那林仵作，明明就是个路痴，还抛下我，你说他跑个什么劲儿？路痴？我想起来了，当时为了让人物有意思一点，我给他加了一个路痴的人设。看来他不是被人使绊子，而是迷路了。我感受到了属于女主的气息。瑶瑶，你是瑶瑶吗？瑶瑶，你是谁？我是太
子殿下的朋友，你可能没见过啊。走喽，回家喝酒去了。快点儿，走吧。小青姑娘是个男子。就生气啊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跳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不就魔法无血姬吗？我记得小说里，吴雪姬住在2楼的第3个房间。殿下这里。哎呦，我下一波。殿下认识他？他曾出现在太子身边，今夜又出现在如梦馆。你说这是巧合吗？今夜是吴雪姬的死期，未免无事，这就去杀了他。不必，你去帮本王给太子送信。小德，我的药呢？雪姐姐，你真的不能再喝这个药了。小德，把药给我，把药给我。小德。我是来偷东西的，从正门进是不是太明目张胆了点？没有人，马上就要开始表演了，人去哪儿了？雪姐姐，我们为什么要换房间啊？听指示便好。小诺，去把锦盒放好。哦，霓裳舞衣。殿下，属下发现一个臭小子进了吴雪姬的房间。去，你进去把他揪出来，我在这儿堵着。殿下，要不咱俩一起进去，2个人好抓。本王好歹是堂堂大梁国皇子，进这种舞姬的房间太不合适了。快去！哎，宫格，您怎么来？这么热闹的晚上，我怎么能不来看看？你们殿下呢？殿下，屋里没人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属下眼睁睁看着那小子进来的。肯定还在这屋里，给我找！是。我为什么要情急之下
他跳到房梁上来啊？为什么要躲季风？毕竟，比起季风，更可怕的是，我赶时间呀，两位大哥，我得在武雪姬开始表演前偷走霓裳舞衣啊，不然没机会了。哎，殿下，这边还没找。那臭小子肯定从窗户逃走了，现在追上去，肯定能追上。殿下，我觉得这是假象。追呀！那是。我们认识吗？你为何这么怕我？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哎！你要干嘛？哎！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？你是我夫君吗？我是不是你夫君，取决于你是谁。你想知道我是谁，你就先告诉我你是谁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是什么大宝贝吗？所有人都要认识你啊！方才你在找霓裳舞衣。对啊。你怎么知道霓裳舞衣在这里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没找到啊。那你知道霓裳舞衣在哪吗？小诺，拿我的舞衣来。我的舞衣呢？别跑了，听话，把舞衣还回去。不行，我不想雪姐姐死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我还要去找霓裳舞衣呢，还是赶紧跟他套套近乎吧。别把我吓！哎呀！咱们也算是一起躲过房梁的人。大美男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？你们，我们，殿下。小青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说来话长，哎，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心惊肉跳过。薛姐姐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由于某些原因，我换到休息室去了。什么原因啊？不重要。啊，薛姐姐，现在这个时间，你不应该在舞台上吗？我的舞衣不见了。太好了。不过，难道还有人和我一样，也想偷走霓裳舞衣，阻止吴雪姬自杀？对了，小青姑娘，太子殿下没跟你来吗？他去东正司了。
内脏腐烂，死亡时间10日，血色乌黑，中毒死亡。林武作，听说你今日查验了6具死者尸体，辛苦了。嗯，职责所在。来，谢谢。殿下，什么事？殿下，有人送了封信来。小青去了如梦馆，他去如梦馆做什么？林武作，时辰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如果今夜霓裳舞衣消失了，雪姐姐放弃自杀，那我第一波改变结局就算是成功啦。他去拿个点心怎么这么久啊？难道是小诺拿走了霓裳舞衣？雪姐姐去找小诺，根本不是为了点心，而是为了舞衣。